火球季来袭，地球还安全吗？你最近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好像全世界都在炸，不是中东那种小打小闹的烟花，而是实实在在从天而降的巨型火球。漆黑的夜空突然被一道白光撕裂，亮得像白昼一样，接着就是一声沉闷的巨响，连窗户都在抖。这地球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了？2026年3月17日，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点57分，当很多人还在喝着早咖啡，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时，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上空突然炸了。一颗重达7吨、直径约1.83米的巨型陨石，以每秒20公里的惊人速度冲进了大气层。你对7吨这个数字有概念吗？那相当于2头成年大象的重量。这么个大家伙在伊利湖上空80公里的高度开始剧烈燃烧，最后在空中解体。那一瞬间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250吨天体炸药。你要知道，一颗战斧巡航导弹的弹头也就相当于半吨左右的天体。也就是说，那一刻相当于500枚战斧导弹同时在伊利湖上空引爆了。那种震动横跨了整个俄亥俄州，甚至连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居民都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感。有人说，当时还以为是哪里的化工厂炸了，或者更糟，被恐怖分子袭击了。这种恐惧感是真实的，因为那种力量完全超出了我们人类的日常认知。这还没完，仅仅过了4天，2026年3月21日，美国中部时间下午4点40分，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也遭遇了类似的空袭。一颗重约1吨、直径约1米的陨石在休斯顿都会区上空解体，释放了相当于26吨天体的能量。虽然比伊利湖那个小一点，但它更吓人的是，有些碎片竟然直接砸穿了民宅的屋顶。有一个小女孩当时就在屋里，陨石碎片就落在离她床头不远的地方。你想想，这要是再偏那么一点点，后果真的不敢想象。而且这种事儿不止发生在美国。3月8日，德国和欧洲多个国家也目击到了巨大的火球划过夜空。目击者说，看到强烈的白光，听到巨响，随后德国警方确认这就是陨石。这一系列的事件让你不得不怀疑，2026年的春天，地球是不是闯进了什么陨石阵？哎，你说对了，根据美国流星协会 AMS 的最新数据，2026年第一季度，全球范围内的大型火球事件，也就是那些被50名以上目击者同时报告的事件，出现了显著的激增。数据显示，今年前3个月的这类事件数量几乎是过去5年平均水平的2倍。AMS 的运营经理麦克汉基甚至用了统计学上的异常来形容这个现象。这说明，这绝对不是因为大家现在手机多了，拍的多了，而是天上真的掉下来的东西变多了。你听到这里是不是又焦虑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面对这种漫天火球来袭的局面，官方机构 NASA 终于坐不住了。2026年3月26日 ，NASA 发布了一篇题为《火球季来袭》，回答你的陨石疑问的新闻稿。NASA 流星体环境办公室的负责人比尔·库克出来给大家吃定心丸。他说，其实每年春天都是所谓的火球季。什么？火球季？从没听说过啊，你有听说过吗？为什么会有这个季节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因为地球在绕太阳公转的过程中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经过一些特定的空间区域，而这个区域比较脏，这里散布着大量的宇宙尘埃和碎片。这些碎片大多来自彗星或小行星，当它们以极高的速度撞击地球大气层时，就会因为剧烈的摩擦而产生高温，发出耀眼的光芒，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火球。NASA 的解释逻辑很清晰，这只是每年的例行公事，只不过今年运气稍微差一点，撞到的个头大了一点，数量多了一点。你觉得这个解释能让你安心吗？另外，也有科学家还提出了一个引力共振的观点。由于木星和土星的巨大引力，太阳系里的小行星带经常会被踢出一些流浪者。每隔一段时间，这种扰动就会形成一个小高峰。就在这时，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阿维·洛布教授也有话要说了。洛布教授指出，在2026年3月的下半月，地球运行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，距离之前很火的那个星际天体 3I Atlas 曾经经过的路径只有5460万公里。
这个距离在天文学上是非常近的。洛布教授甚至怀疑3I Atlas 在穿过太阳系时，可能因为太阳的引力和热量崩解出了一大批细小的碎片，在它的轨道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碎片云。而现在，地球正巧撞进了这片星际碎片的重灾区。他认为 NASA 的火球季理论可以解释一般现象，但无法解释今年的异常增量。而地球与3I Atlas 经过的路径重合，恰好为这个异常增量提供了一个极具可能性的潜在解释。他认为科学不应该回避这种可能性，哪怕它听起来很疯狂。他甚至在论文里呼吁，全世界的流星监测网应该立即行动起来，全力搜寻这些火球坠落后留下的陨石碎片。因为只要能找到一块，哪怕只有1克，只要它的化学成分或者同位素比例与太阳系内的所有物质都不同，那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都将被改写。这不仅仅是寻找一块石头，更是寻找一个可能改变我们对宇宙认知的证据。他强调，在科学探索中，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最简单的解释，而应该对所有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，并积极寻找证据。如果洛布教授是对的，那意味着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些火球，可能根本不是来自我们太阳系内部的彗星或小行星，而是来自遥远的星际空间。这听起来是不是更有趣了？但也更让人不安，是吧？因为如果这些是星际物质，它们的成分、速度和轨道可能完全超出我们的预判。那么，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，火球季来袭，地球还安全吗？虽然这些火球听起来很吓人，动不动就相当于几百吨 TNT 爆炸，但其实大气层是我们最强大的盾牌。绝大多数流星体在进入大气层时，都会因为高温而迅速气化或者碎裂。就像伊利湖那个7吨重的家伙，它在80公里的高空就炸了，真正能落到地面的碎片其实非常有限。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，虽然目前还没有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，但这些频繁的空爆和砸穿屋顶的意外，确实提醒了我们，宇宙并不是一个完全平静的港湾。全球的天文学家们正在利用更先进的监测网络，比如全天候火球监控网 OSKY-7，来追踪这些天外来客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如果真的有一个大家伙冲着城市来了，我们能提前知道吗？目前来看，对于这种直径1-2米的小型陨石，我们的预警能力还很有限，往往是它们已经进了大气层，我们才发现。这确实是个挑战。而现在的小行星防御系统大多盯着那些公里级的毁灭者，也就是能让恐龙灭绝的那种大家伙。而这些真正能造成灾难的大型小行星，科学家们已经锁定了绝大多数的轨道，目前还没有发现近期会撞击地球的威胁。所以大家不用焦虑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过好每一天吧。